这节课呢，我们来学习一下色彩的基础知识。色彩呢，对于咱就是现在像美术生他们绘画也好，他们做设计也好，包括我们在做彩绘的时候，这些东西是我们必须要牢记的一些基础知识。然后对于咱们学习色彩来说呢，色彩的基础理论也是咱进行彩绘必须要了解的知识。所以说，今天呢会给大家详细的说一下咱们这个基础色彩的一些原理。然后包括咱们在日常生活中，如果就是包括下节课也会讲到，咱们在配色过程中，就是我们在做美甲配色的时候怎么去选择。所以说，如果想要配色好，这一堂课一定要记得牢固。好，现在呢正式进入我们的一个课程啊，然后再给大家就是重新再写一下详细说一下咱们这个色彩的原理。首先呢，咱们这个。首先，咱们这个色彩呢，首先是有一个基本的，包括现在很多这个学员宝应该有清楚知道啊，咱们的颜色，所有的颜色呢，都是通过3种颜色来组成的。它其实不是说我们现在有很多个颜色，你像我们知道的红橙黄绿青蓝紫，然后这些不是我们都会有的一些颜色，因为很多颜色是通过3种颜色它们组合而来的。然后首先呢，先给大家说一下这3种基础，我们最基础的颜色就是我们的3元色，就是组合成我们所有色彩的一个颜色。3元色呢是，我拿这个水彩给大家做一下演示哈。首先第一个，我们这个3元色的颜色是什么呢？就是我们的正红色。我们的红色呢，其实在这个颜色里来说，它是品红色哈，它不是正红。大家写一下品红。另外一个呢还有什么？就是第二个我们的3元色，第二个是我们的黄色。黄色呢是柠檬黄，它这个黄其实有很多种，但是我们3元色最基本的黄就是柠檬黄。然后另外一个蓝色，红黄蓝嘛，是我们构成所有颜色的一个基础颜色。蓝色呢用的是湖蓝色。这3个颜色是我们绘画中最基本的3种颜色，也叫3元色。3元色，我们颜料中的3元色和我们日常这个太阳光呈现折射出来的那个光的3元色是不同的哈。我们今天讲的是颜料的3元色。然后我们这个给大家把这个颜色都标注一下，就是在彩绘胶上，在我们彩绘胶包括我们甲油胶里面都会有很多颜色标注。像我们这个是柠檬黄。这个蓝呢是湖蓝色。这3种颜色呢比较纯正，而且它的颜色比较鲜明，比较强烈。这3种颜色可以调配出我们想要的任何一种颜色，然后但是任何颜色呢，它们是调配不出这个3元色的。所以说这3个颜色，大家就是在甲油胶在购买的时候一定要就是购买上这3个颜色，甭管你想要什么颜色，我们都可以通过它们再去调。然后这3个颜色以外呢，每2个颜色之间又会组合成其他的一个颜色。你比如说这个品红色和我们的柠檬黄，先拿品红色哈，我在这里去调色，大家看一下。先拿我们的正红色，正红色在这儿，然后我们加等量的柠檬黄。注意看会调配出什么颜色呢？我们用的是等量的柠檬黄啊，稍微少了一点这个红。用柠檬黄去调配，它可以调配出什么颜色？是我们橙色。也就是说红色和黄色可以调配出橙色。我们的黄色又跟蓝色又可以调配出什么颜色呢？取等量的黄和等量的蓝。大家练习的时候可以用丙烯颜料去画哈，然后也可以像我一样用这个水彩颜料，但是你水分如果控制的不够到位的话，它的颜色可能也会有所出入。但是大家可以先尝试着去调着画，看红色、黄色和蓝色可以调配出什么颜色？绿色，是绿色哈。然后我们的红色和蓝色又可以调配出什么颜色呢？红色，还有蓝色。一定要想要它这个正中间的值，就是量呢一定要均等，千万不要抹的过多，抹一个过少。蓝色和红色可以调配出紫色系哈。这3种颜色呢，
由3原色两两之间相互组合成的这种颜色，这个颜色我们称之为间色，也叫二次色，因为是两个颜色组合成的，2个3原色颜色组合成的叫二次色，也叫间色。再放大一点看，二次色和间色，所有的这个像橙色、紫色和绿色都是二次色。那么有二次色，咱们继续再往下调的话，它就会有3次色。你像我们二次色是由2个3原色组合融合成的，那如果用我们的这个间色再去加上我们的原色，它中间会调出另外一种颜色。你比如说现在我们用间色橙色加上一点黄，就用多量的黄加上我们的这个橙色，哎，你看它可以弄出这种偏土黄色一点的，偏土黄色一点。那再用我们的这个间色去多加一点的红，也就是说有红色多一点，黄色少一点，红色多一点，黄色少一点，它可以调配出另外一个颜色。加点这个啊，它是一个深橘色、深橙色，好吧？如果是多加黄，那就是偏向于土黄色；如果多加红，那就是偏向于深橙色，就是橙色系。那么接下来就再看我们这一块啊，这一块用绿色多加一点黄，绿色多加黄，它出来的就是草绿色、嫩绿色。但是如果用绿色多加一点蓝，我们多加蓝，它出来的就会偏向介于这个绿色和蓝色中间的这一块，深绿色，深绿色啊。如果想要绿色越深，你就多加蓝；想要绿色越浅，你就多加黄。能理解这意思吗？那接下来我们再看我们的蓝色和红色。如果说是想要偏向蓝色一点，用紫色多加一点蓝。我们看一下，哎，那紫色多加蓝。它出来的就是会偏向一点蓝紫色，也就是深紫色，颜色也会越来越深。那如果说是紫色多加一点红，我们多加红了，它出来的颜色就会偏向于用浅一点给大家看偏玫红一点，偏向于玫红色哈。这就是我们这一个色彩里面的一个基础的色环，基础的色环就是这样，我们大概做好，然后。接下来我们中间出现了这个调出来的色叫间色、二次色，那么我们通过间色再和原色去调和，或者说任意2个间色再去调，它出来的那个颜色叫什么呢？你像这2个颜色我们称之为复色，也叫3次色。复色，这些都是复色系。复色可以很多，因为在这2个中间可以再继续调，这2个色中间可以再继续调，这些都统称为复色。只有中间这一个是间色，就是两个纯原色调和成的是我们的间色哈。像它们再去调和，就称之为复色。复色也就是3次色哈，我简写一下。3次色，在这个我们色环，这叫我们的色环啊。色环里面，我们的这个黄色，它的亮度是最高的，那么这边它所对应的另外一侧，它的紫色和蓝色和紫色，它的亮度那就是最低的。就是在我们色相里面来说，同样呢，在这个所有的这些颜色统称为有彩色系。有彩色，同样有彩色系，那么就有无彩色系。无彩色系有什么呢？无彩色系就是我们最常见的黑、白、灰。我拿这个彩虹胶给大家画一下，去调一下啊。黑白灰，
无彩色系，可以看得见啊，白色、黑色、黑白、灰色。灰色是怎么来的呢？就是拿白色和黑色去调的，白色和黑色的一个调和色。你想要灰色浓一点，就黑色多一点；想要这个灰色浅一点，就深一点，就深色就加黑，浅色就加白啊。这是我们的黑白灰。黑白灰不属于任何彩色，它是无彩色系的，它是单独的一个类。然后同样的，这是有彩色系和无彩色系。那么在我们色环里面呢，同样我们在做款式或者说在搭配颜色的时候，我们怎么样去搭配？你看，因为它是有一定规则的。你看，像这么一块，它这一类，比如说这些都属于一个相近色哈。然后这一类，你像我们黄色系，比如说柠檬黄、土黄。这些呢颜色，比如说再详细区分，它还有更多的黄，这些黄呢称之为同类色，柠檬黄、中黄还有橘黄等等等等，它称为就是同类色，这是属于同类色哈。我写在这儿，大家同类色包括两个颜色、几个颜色接近，在60度之内的都称为同类色。然后还有同类色就有对比色，对比色呢，一般是这是我们一共是12色，还有24色的色环，颜色越多，它那个就是分的就越会详细。我们这样来看呢，就是在120度到180度之间，就是这一系列这么一整套系列的这一块，它就叫做对比色。比如说，你看红色和这个绿色统称为这一块，或者说这个红和这个绿，这个红和这个绿，它称为对比色。然后如果说是正红和我们正180度特别冲的这一块，就是垂直180度的这个颜色呢，我们称之为互补色。我写在这里吧。互补色包含什么呢？一般我们的互补色啊，就是有你比如说红色和绿色，还有我们的紫色和黄色，还有我们的蓝色和橘色。我简写哈，蓝色和橙色。这是我们的互补色，就是我们在做款式的时候，像互补色系的一定要特别注意去使用。一旦搭配好，它非常漂亮；一旦搭配不好，它出来的颜色可能就会非常的跳跃。一旦跳跃的话，你整个款式做出来可能就不是那么的好看。